学你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有关的内容。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中景景别。所谓的中景景别呢，如果拍人的话，我们一般是指包含人的膝部以上，这是当人是站姿的时候。那么如果人是坐姿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取人的腰部以上来界定它的中景的景别，这是我们指的是拍人。那么如果拍摄的是其他景物的话，我们说它的中景景别呢，往往是指包含事物的绝大部分，也就是说大体上包含一个被摄对象的3/4的这样的区域，而且在这3/4当中呢，在这个3/4当中呢，还要包含这个事物的主要的部分，这是我们对中景景别的一个概念上的一个界定。我们给大家来看几个例子那么大家看这张画面这个是著名的摄影师陈漫拍摄的电影明星李冰冰的这样的画面那么这张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这样一个中景景别的画面从正面角度来拍摄然后呢取的是膝部以上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张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走的是一个整体来讲是一个高调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同样是冰冰我们来看一看陈漫拍的范冰冰和李冰冰的这个画面有多大的差别。我们看这样的画面，陈漫拍的范冰冰同样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中景的画面也是取的膝部以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化妆造型的原因由于这个身体姿态的原因，再加上呢这张画面里边呢陈漫可能用了一点点的微微的仰拍的效果。那么同样是拍明星，同样是陈漫来拍摄这张画面呢，拍的是舒淇也是一个中景的这样一个画面取的也是舒淇的这样的膝部以上这样一个范围当然这个画面和前面的画面相比较起来呢它不仅仅只是拍人它还在画面的周围人物的周围带上一定的环境的成分舒淇的背后呢是一面能够折射影像的这样一个镜面的物体在这个镜面物体当中反射出来了舒淇的这样的背影使得画面有一个虚实的这样一个对比和关联此外呢，这张画面还有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舒淇的这个化妆造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古代与现代结合就是中洋结合的这样一个造型的这样一个效果它的头上挽的那样的发纂然后插的那样的发簪那么这种发簪呢，跟它在电影《聂隐娘》当中那个造型呢有点像然后它的这个脸上的妆容，特别是抹的那个唇膏那个口红的颜色呢也是比较具有现代感的这样一种色彩所以这张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古代与现代结合，然后呢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造型的这样一个效果也比较符合这个舒淇的那种整体的这种给人的那种感觉。那么中景的作用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点，我们说中景景别的画面，它比较有利于表现这种动作、姿态和手势。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看一个运动体的动作、姿态、手势的时候，利用中景景别这个取景范围，我们可以是看得最清楚的。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那么这张画面呢，是拍的这个棒球比赛棒球比赛过程当中，运动员在奋力挥杆的这样的瞬间那么采用一个中景景别来拍摄，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姿态呢看得很清楚由于运动员的力量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棒球杆居然被挥劈了已经被挥断了而且这个画面当中呢，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棒球被凝固在空中让我们对这个棒球比赛的运动员的这种力量感有明显的这样一种感受。那么中景的另外一个特点，中景景别呢，它是一种比较适中的一种画面景别，它对被摄对象的表现不会过粗，也不会过细所以呢在这个日常的拍摄当中中景景别往往是被用的最多的、最普遍的这样一种景别因为它是比较适中的。那么特别是在影视摄影当中在影视的这种叙事性的这种作品当中，中景景别的数量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它比较适中。
那么第三个方面，中景景别比较有利于展现情节交流，两个人在谈话，两个人一起在做什么样的事儿啊？那么这个交流的关系啊，用中景景别来拍摄，可能是最常见的啊，最常见的。中景景别的取景范围与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正常交际的这样的视野范围，可能是最接近的啊。所以说呢，用这种拍摄方法展现情节交流，也是比较多用的。那么说到中景展现情节交流，我们来给大家看这样一个画面啊，是一张世界的名作。那么这张画面的题目呢叫做《街头枪杀越共》，啊，是一张世界的名作，而且曾经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历史的这样的画面啊。因为这张画面的出现，使得美国民众啊对越战的这种态度、反对的态度啊，这个非常的高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这个越南战争啊，它这个提前结束的这样一个画面。那么在这张画面当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那么南越的一个警察在街头把一个越共的分子啊，然后呢直接给当街击毙。在这样的中景景别的画面当中，这样一个杀人的这样一个场景被很好的展现出来。那么这张画面呢，曾经长期被人们认为是反映人类的这样一种残暴啊、没有人性的这样一种行为的这样一个图片的例子啊。很多人认为啊，这个越共分子呢没有经过法庭的审判啊，没有经过所谓的严格的合法的这样的审判的程序，就可以在街头直接被击毙啊。所以很多人都会批评这个南越的警察是一个非常残暴的这样一个人啊。那么但是呢，经过了好多年以后啊，在近几年的网站上、互联网上啊，我们又看到了有关这个南越警察杀人的这个照片的有关当年的一些影像的资料啊。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多的是一个动图的资料。那么这个动图呢，那么完整的记录了这个警察从开枪到把这个越共分子击毙的整个的过程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动图。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个警察队从掏枪到直接把人击毙，这个人倒地死亡啊，这个动作呢很快啊，发生的也很突然。那么中景的拍摄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讲中景拍摄的时候呢，景别一定要准啊。中景人如果是站姿的话，我们就取他的膝部以上啊；人如果是坐姿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取他的腰部以上啊。那么一般来讲呢，不要拍那种半吊子景别啊。第二个方面，在中景景别当中，如果被拍摄的是人物，这个人物有一些肢体动作的话，他的肢体在伸展开来，上肢在伸展开来的话，有一些肢体动作的话，我们通常会要求把他的肢体动作呢尽量的保留下来啊，不要去切割他的体位啊，不要说这个手一挥啊，手被切掉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会显得这个中景景别显得比较残缺一些。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的是中景景别啊。中景景别有这样几个特点，有利于表现动作、姿态和手势。中景景别是被用的最多的、最普遍的这样一种画面景别啊。中景景别有利于展现情节交流。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